那这一张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灰色的白砖，那用了比较简单的颜色。那这一张也是昨天晚上的影片哈，我自己超喜欢，很好看。然后是这一张，这一张是我今天完成的，这个应该是明天、后天吧，过2天就会分享出来。大家晚上好，又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喽。那按照惯例哈，我们就看看从上次直播到现在，我有哪一些创作。那这一张大家是应该已经有看到了哈，这一张是前几天的，这一张是我今天完成的。然后这一张我就练习了一下这个阴影哈，就会有很立体的感觉。那这个是我昨天跟我大学同学哈，就聚会，终于能够聚会了。那我们去吃饭，然后就画了一个，这个是杯垫我跟服务员要了一张，然后带回来把它画出来。这个 TGI Fridays 他们的东西很好吃。OK。那这一张创作呢，这个比较特殊哈，其实我是在试验一个特殊的材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没有？它有那种特殊的纹路，不过这个在做有一点麻烦，可能会搞得到处脏脏的反正这是我一个实验作品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再来就是 Inktober 哈，我其实还蛮认真，有画了好多张哈，那就是这一个，给大家就可以先看一下。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同学已经开始画这个小图样了哈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画出来完整会是什么样子。后面都会有影片，这样子。并不困难哈，主要就是说从这种小图样最基本的画法，以后把它想办法把它做变化。这个也就是我的创意课里面哈，会教大家的，就是有哪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拓展我们的思维。那这个是最后一张，不是最后一张，这是你看第13天的，OK。那这边就是我这几天刷的东西。同样的，我们上次画的心形的暗线，那我自己先有把它的这个框哈，我先把它画起来了，大家也可以趁现在把它补一下。好，这个 IX 这个是缠绕画官方图样，来这个图样它其实就是一些X 型的交叉那一开始我们的画法就是这样子，先画出第一根，然后头尾呢是画三角形。第二步哈，就是画光环线，就是在这一条外框把它框起来，要画几条都可以，然后你可以做这个每一个线条哈，你可以做它的距离的变化哈，可以疏一点或密一点都可以，看你自己喜欢。好，我先画2个就好了。那再来就是画第2条，那第2条的话，你可以任意的方向，只要跟它有交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就比如说像这样子。那同样的，它就可长可短因为我就不要画太长了，就是主要是教大家这个图样的概念是什么就可以。把它画好了之后，我换成黑笔哈，然后同样再做光环线。可以一样的，你要画几个都可以。好吧。好，那你可以无限的延伸，不管你怎么画都可以哈。我就示意哈，就是像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这里这一头突出去短短的，它就会造成一个那种不同的感觉。然后再来，可能我们就这样子用一个弯的方式
这种画法也可以。然后再往外面伸。这个图形是可以延伸到蛮大的面积的，就看你这个交叉交叉怎么样吧，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图样还蛮好用的。来，找出我们的蓝色的笔哈，我用的是 PN，你要用任何笔符都可以。OK，开始画咯，我们要来就画就横跨左右两边。我来这样子比较大胆一点，我画一个稍微有一点弧度的线条。好，然后画这个三角形，把它涂满。这一头也是。我尽量就不喜欢画太小。一方面是眼睛不好，画太小很吃力；再一方面就是画大，这张作品很快就可以画完了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我们画大了之后啊，你如果里面要做装饰，好，有一些图样它是会有一些空白面积的，你如果里面要做装饰的话，你画大才有办法做装饰，不然你就只能干瞪眼，没有办法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画一条跟它非常非常靠近的，很细的一条。这种线条的距离哈，也是变化的一种。我最近蛮喜欢画各种线条的图样。你看，好像我今天完成的，这张，我就画了一堆线条。其实线条就是最简单的装饰了，你只要用不同的颜色来做装饰，就可以很好看。好，再加上阴影就可以。然后这边有做了一点哈，这个是小小的技法放在这里，这个跟这一个哈克技法。再画一个，那我这一盒我就要拉开一点。你看我这个距离，我这个光环线的距离是不一样的，它就是我的变化。这一个画好了之后，我要来这边来一个哈，就这样吧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，因为没有画暗线。好，这边画三角形。然后画光环线。好，我都画2层就好了，不想画太多，因为会觉得好像好多很重的感觉。然后我现在等你们的时候，我做加粗跟原画哦。这个是好，碰到不熟悉的图样哦，不要害怕，就试着画画看。喜不喜欢再说，可是我们要先试一试。好，这个图样它会有2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这种 S 型的线条，然后一个是螺旋，然后就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说起来很简单，画起来说实在不难啦。来，先画这种，我们先有铅笔的这个柱状哈，这是一个带状的图样，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范围先规范出来，我们在里面画。
那这个就是 S 型的线条。哦，那注意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头尾哈，就有稍微有一点点好像包着我们这个铅笔线条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再画第二条，也就是顺着它这样子画过来，再画一个。好，一共画了3条，对吗？1、2、3。然后也就是说，在这个第3条的地方，好，我们就顺着这一条线，就是画一个螺旋，这样子画进来。所以关键就是在最后这一条线，前面第1条、第2条，那第3条这边的地方，我们如果很有自信的话，就可以自己直接这样一笔画就把它完成。好，然后它再来的话，就是在这种空隙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再画一个哈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画一个 S 线条，再来一个。好，现在是第3个，对不对？第3个我们要连螺旋一起，记得我们要连过来是连到这一个红线的位置，然后就是一个大大的螺旋。OK，知道诀窍以后，其实确实是不难啦。然后在这种空的地方哈，我会建议哈，稍微缩进去一点。你看这个铅笔的痕迹，我往里头缩进去一点，缩进去一点会比较好看，它会比较怎么讲？比较凹凸有致吧。往里面缩一点，然后里面就是画这种直线条。OK，我发现这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个螺旋我有碰到这一条线，我这个螺旋就没有应该要碰上去，碰上去这边才能收尾，要碰到上面。好，这是一个小细节我刚刚自己没有注意到，碰到这一条，这里这个地方。OK，好，这个地方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顺着这一个地方这样子画。哦，画过了以后就会知道细节要注意的地方是哪里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知道了吗？会吗？S 线条，S 线条。好，第3个拉过来以后画螺旋，记得螺旋上来以后要碰到上面，再转进来。OK，好，我们画下一个。那这一个的话，这一条线哈，就顺着它 S 线条，S 线条。第3条来了，螺旋转上来碰到上面，再往下转。好，然后就是直线，直线，直线，就这样。我们就画这一条，要不要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，把它的宽度画出来。这个宽度大概有公分多，1.5公分。好，你自己抓，看你自己喜欢。反正我是打算用这一条，这样子来画，顺着画过来就可以了，不用害怕。虽然说它是弧形的，应该是 OK。第1条，第2条，第3条，好，记得我们要来转圈圈，要上来碰到，再转下来，对吧？嗯，
这个图样感觉有点那种古罗马建筑的那种感觉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啊，第一条，第二条，第三条，要来转圈圈了，碰上来，再转下来。好，继续，第一条，第二条，第三条，螺旋，碰到上面再转下来。线条不稳都没有关系，后面我们可以再做修饰哈。第一条，第二条，然后第三条要转圈圈，因为出来了哦，所以假装我们就在空中这样子虚化，绕过来，碰到上面，好，很棒吧？好，再来就是画这个直线条了哈，这底下就跟着这样子下来就好。后面这边还不知道要怎么接哈，我们暂时先不管它。好，你们继续哦，我就加粗跟圆画，记得这个是01的哈，就是最细的蓝色，稍微细一点比较好用。我就用这种，其实这是画简笔画的一种装饰画法哈，我就用很细的小线条，给它制造出一种立体的感觉。它是很短很短的线，它不是点哦，是线条，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样子。它是很小很小的细节，你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一种装饰吧，嗯。这个黑黑的图样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图样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图样要先有方格，它算是一个就是网状结构的图样，你可以是直线，也可以是弧线，没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当它们交错以后，会有一些格子出来，这样子画圆弧形，好吧？外面这边就继续下去哈，这个 OK，它的画法是把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一个区域看作是一个方块哈，就是一个区域，然后中间呢，我们假装有一条线，假装有一条线，这样子平行哦，这样子。
清楚吧？我再画一个，就是我们要以一个方块作为我们的一个图样，然后把这个圆弧的地方把它涂满，然后假装中间有一条线哈，然后画这种圆弧，它也就是光环线，然后把它全部画满就是了。我个人会不偏好这种图样，因为嗯，个人审美不是特别喜欢啦。不过既然抽到了，我们就来画吧。顺着这一条，这样子，这边这个心哈，这样子下来，这样子，我们就在这一个这个范围里面来画。哦，这边会有一点难哦，因为我们要从后面画，大量的从后面画。好，这样子，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会画在这一个空间里面，等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的右上半这边都还没有画，你要画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延伸下来，横的这个先画，要想象一下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这样子画过来，然后这边是在这里，这样子画过来，嗯，这边，然后是这一边哈，因为这边有被遮住的，所以它并不是直接连到这里尖尖的，而是有一点开这样子。这边都被遮到了，这边也遮到了，所以这边都没有。嗯，好，光环线，我不喜欢画的太密啊，这边，因为我会觉得它会颜色好重啊。其实这个就考验我们的线条逻辑。然后这边要涂满，我要稍微变化一下哈，我要把它变成像有一点新月那种感觉，所以我的涂满的区域我就往里头缩了一点点进来，变得比较小块。哦，不是整块涂满哦，稍微小一点点，缩进来一点点，等于就是让这个图样又有多一点的变化。这个可以做一个操作，就是这些线条哈，尾端把它做一点点加粗，
这个部分。哦，稍微做一点点加粗，它的图形就会有一些变化。趁你们在继续完成它的时候，我把这一侧的铅笔痕迹把它擦掉，右边的就因为还没画嘛，我就先不擦。哦，对了，我顺便说一下吧，就是我的会员频道啊，我的会员频道里面是有分两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呢是小渔村啊，小渔村它就是说我们是一条小小鱼，刚接触缠绕画不久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基础的技巧需要学，所以小渔村里面呢就是缠绕基本功。哦，就是一些基本的技法，相对简单的内容，那都有很仔细的讲解啊，那也都是长的影片，我里面都有放字幕啊。那当然，它是那个 Google 自动翻译哈，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其他语言的，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。那难一点的话的是进阶的，叫做大渔村，就是说我们从小鱼变成大鱼了。啊，大渔村的话，通常都是，一些，稍微有一点点，复杂一些些的，就是一些技巧的综合应用，或者是有一些主题。比如说我有教，捕梦网，像 Zen Button 啊，或者是缠陀螺、蕾丝缠绕，反正有一堆吧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进去看一下。我的会员频道大概每个月都会更新2次吧，一个就是小渔村，一个是大渔村。其实录那个影片还蛮吃力的，因为要讲解，然后，一步一步的慢慢画，然后再剪辑，再上字幕那个蛮花时间的。可是我相信，呃，看那一些讲解课的话，会对大家是有帮助。OK，啊？Transpiral，好，它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啊，比如说我画一个方形，那我就在这里面哈，任意的地方、任意的位置开始都可以。我就是假设我是从这里开始，就是画这个螺旋的图样。好，我们碰到框就把它跳过去了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画满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然后第二个步骤呢，就再找一个地方开始，比如说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同样的画螺旋。那因为它们这些都是线条，所以就会有这种交叉的地方。那这个螺旋就不一定要全部画满，可能我们就画一半，然后下一个的话，我们可能就画在这个地方。它就是利用前后画的不同的层次，然后造成这种一格一格的视觉效果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，比如说在这边也可以再加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你看就这个区域吧，那我会建议哈，不要画得太密，稍微有一点宽度，因为我们还要画好多层在那个上面哈。你如果画得很密，到后来你可能自己就眼花缭乱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框怎么办呢？大家要注意一下哈，我这边要先把这个框要完成。这边因为我已经画到这里了哈，我要在这边做一个这样子线条，感觉是把它延伸过来。
然后画一些点点，哦，等于是多一块把它连过来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哈，转一个方向变成一样是 S 线条，这边补一个弧，这样子把它补上来。我们就持续这样子画，它就会像麻花绳一样，不要太小哦，画太小你会后悔的，相信我。好的，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又很好看？就像一个麻花绳一样，那种绳索的结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就把这个里面哈，就这个图样，我们就来把它塞在这个里头。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画面比较满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来画在这里吧。这个的话就可以稍微紧一点，哦，就是线条的距离可以稍微窄一点点。那在这边哈，我们想象这里也有一个哦，因为都是被遮挡到了。这边外面这个框哈，一样的用这种很短的短线条来做装饰。然后我做加粗跟圆画哈，我把边描一次。然后我在这里哈，要这两个图案，其实它们感觉是两块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要稍微给它们做一点点连接。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哈，我就把它们并在一起，这样会觉得说它是从这里连过来的，这一条跟这一条并在一起。嗯，没有的地方就不管它，没关系。哦，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结合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一条我要让它进去，这一条让它进去，这样就比较特别，有没有？这一个看起来是这一个，好，就会有那种连贯性啦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好，就这样，先把橡皮擦的铅笔的痕迹先擦掉。不，从第一个图样开始，从交叉的地方，哦，这很自然的，就是交叉的地方左右会有阴影，对吧？就把它稍微擦一擦。这一个我们就很大胆的，就左右两边，我们等于是把它看成是
一个完整的整体哦，所以我就直接来做阴影，我就不很仔细的去做里面的阴影了。一方面现在这样子弄会比较快，不用烦恼那么多细节，而且我们已经有画了那个细线哈，做装饰，所以其实还好。你看其实现在立体感就有一点出来了，然后找出白炭笔，然后就中间这里稍微用力一点涂。你看这种立体感是不是很容易，而且很明显？棉花棒擦一擦，哦，你如果觉得不够的话，哈，有时候我会再稍微补一下，就是边边的地方更黑一点，就会更明显。官方的这一支短铅笔哈，就是 HB 的，这是根据它网站上面说的。可事实上我自己用起来，我觉得它可能不止 HB，可能有一点到2B 的程度。哦，所以你如果很怀疑说，哎，到底是用什么铅笔来做阴影比较好？我认为，嗯，HB 到2B 都可以，甚至有一些我以前有一阵子很喜欢用5B 的，现在比较少用，没有什么太大影响，可以的。好，这一条算可以了哈。那旁边的这一条绳子，其实它的画法算是一样，可是因为它比较细，所以我们就只做内侧。如果像这样子来画的话，哈，就粗的这边来画，就会怎么讲？太脏了，而且空间不够，所以只要画一边就好了。好，用紫茶笔稍微擦一擦，然后上面这一侧哈，就是用白炭笔把它稍微涂白，它是有作用的，因为我们是直接画在蓝色线条上面哦，所以它的白会出来。再用棉花棒擦一擦，擦一擦。好，这一侧这个就好了。我来补个线条看看，它如果是这样子出来，这边哦，我现在就是让这个线条往外延伸，让它交叉的地方更多，加粗，加粗，加粗。能做的就是这边中间，然后稍微左右涂开。
我发现这个底下我漏画了，对吧？应该是会有一个这样子。嗯，好吧，必须老实说，我对于今天的这个创作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抽到的图样不是很好发挥。我用白色的笔，这个是10号的，哦，我在这个三角形中间画一个圆点作为装饰。再拿出我最喜欢的金色，因为觉得好像实在是没什么好变化的。我们一开始的这一条有没有？我不是那个线条第一条画得很密啊，我就这一条就把它涂上金色。这个在刚开始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想法的，可是现在觉得好像需要给它一点颜色来增加变化，不然这个阴影真的很难做。我这边用白色的白炭笔哈，在这个上面给它做一点点高光，让它有一点像蓬起来的感觉，就是这个三角区域。那底下被压住的就不用管它了，因为太小了。棉花棒擦一下，OK，差强人意。最后要签名喽。好，那我们还可以哈，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哈找出前面画的2张哦。你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再画另外一张。我把镜头拉高，我们可以做一下拼图，给自己弄个漂亮的照片。这样子3张组合在一起就会很好看。OK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共识会直播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画的这一张跟其他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啊。那前面2张更多都带有一些像植物、花卉一般的东西。那今天这一张它感觉是比较生硬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张最好看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圈，这个像柱子一样的这里，我觉得这里是蛮好看的。这个部分是很不错，甚至我还可以再加更白，我看能不能涂得上去，可能不行，诶，可以。我觉得更白一点会更好看，用力用力用力，好，更白一点。那如果说你还有第4张的话，就可以组成一个正方形，应该是很漂亮的。好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了。那我们谢谢大家这个月来3次哈，你如果都有跟上的话，那就非常的谢谢你。那如果没跟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，有空的话都可以看那个录影都可以回放这样子。是不是很好看呀？画完以后就很有成就感。那如果画好了，就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脸书社团里面然后或者是在 Instagram 上面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哦，好，那就谢谢大家。